大家好，每当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看到那种讲茶叶10大冷知识的帖子，里面肯定有一条内容是安吉白茶不是白茶，而是绿茶。的确，安吉白茶这个名字呢，它具有迷惑性。包括前段时间私信里有一位朋友向我咨询，说他这个白茶放了好久，不知道是不是长毛了，让我判断一下。那我一看这个条形，就感觉不像是白茶，而是绿茶，就问他包装袋上的名字叫什么，结果一看是天目湖白茶。这就和安吉白茶一样，是用白化品种的鲜叶制作的绿茶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茶叶的白化品种。以安吉白茶为例，它的品种叫做白叶1号，是由安吉县高山上发现的自然白化的茶树无性繁殖而来的。每年春季新萌发的芽头是微绿色的，当叶片展开后，很快白化成乳白色。这种白化现象呢，在1芽2叶的时候最为明显，随后叶片又会慢慢恢复成绿色。那么为什么它的鲜叶会变白呢？根据科研工作者对于它的突变机理研究发现，白叶1号呢是属于温度敏感型白化茶树，在春季温度低于19摄氏度的时候，叶片会逐渐变白，此时叶片中的叶绿素合成受到阻碍，全白的时候呢，叶绿体结构崩溃。而当茶芽萌发环境温度大于23摄氏度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叶绿体开始重建，叶片就会开始复绿。我们也知道，白化的安吉白茶喝起来尤为的鲜爽，这也是因为在叶绿体结构被破坏的同时，叶片内蛋白水解酶的活性升高。由于叶绿体不能继续发育，这些水解酶呢就把多出来的蛋白质水解成游离氨基酸，使得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增加。之前视频中也有说过，氨基酸是茶叶喝起来鲜爽的主要物质，所以安吉白茶基本不苦涩，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。目前我们国家白叶1号这个品种，它的种植范围还是很广的，许多地方都有种植。像前面提到的天目湖白茶，也是将白叶1号栽种在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周边，长成规模以后制作的成品茶。那除了像白叶1号这种温敏型白化茶树以外呢，还有一类光敏型的白化茶树，比如说黄金芽、白鸡冠、郁金香，这几个品种在强光照射下会黄化，随着光照强度变低，叶片逐渐恢复成绿色。在黄化阶段呢，叶绿素也会受到破坏，而茶素含量降低，氨基酸含量增加，从而改善茶叶的风味品质。所以下次再遇到某某白茶的时候，要注意分辨它是真的属于白茶呢，还是属于白化品种的鲜叶制作的绿茶呢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有收获的话，那请点赞、评论或者关注我支持一下，拜托了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